乌克兰特工在行动，销毁俄罗斯境内多地后勤和通信设施，并清除前线俄军第58集团军3名指挥官。乌军反攻库尔斯克，占领克鲁格伦葛叶村。乌克兰战场，乌军收复恰索夫亚尔红军村失地。守至波兰，乌克兰志愿军完成训练，准备回国参战。乌克兰打响乌南战场，使用海马斯袭击扎波罗热前线俄军指挥大楼，出动米格29和无人机空袭赫尔松俄军基地。美国继续放血俄罗斯，拜登为乌克兰送来年末大礼包。乌外长访问叙利亚，用500吨粮食换叙利亚武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最可怕。乌克兰情报总局报道称，其麾下的特工们近期频繁打击俄军后勤和通信设施，先后摧毁了顿涅茨克州和列宁格勒州的通信设施和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铁路交通设施。报道称，乌克兰特工此举严重影响了俄军作战和后勤。如前线俄军通信设施被毁后，乌克兰情报总局利用一些手段，将俄第58集团军的一些高级军官引诱到扎波罗热前线，然后和乌克兰塔夫里亚集团无人机部队一道，对他们的一次军事会议进行了联合打击，最终成功清除了俄军第135摩步团下属第1营指挥官德米特里上尉、情报副负责人格里高利上尉以及第4军事基地防空小组指挥官尤里夫明上尉。而俄罗斯铁路交通、兵工厂、炼油厂被摧毁后，俄军战争潜力已被大幅削弱。用乌克兰军情总局代表安德烈·尤索夫的话说，俄罗斯境内凡是为俄军生产武器、提供能源和经济的任何产业，都是乌军的合法打击目标。如今，乌克兰生产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距离已经超过2000公里，加上增加了19倍的无人机数量，乌军在2025年的远程打击将更为猛烈。前线方向，首支旅外务军团回国参战，打响乌南战场，摧毁多个俄军指挥部。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在火炮、无人机支援下发起成功反击，重新控制了克鲁格伦克耶和诺沃伊万诺夫卡，并清理了据点内的俄军。据悉，自12月23日以来，乌军就一直在该区域展开狙击行动，数次击退俄军增援部队。如今顺利拿下该区域，间接证明俄朝联军攻击出现颓势。而且据乌军225营报告显示，近期俄军的装甲进攻已大幅减少，不再像之前那样疯狂的猛攻，因此乌军接下来很可能会抓住机会进行反推。此外，综合亚尔斯克州作战总部和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辛施泰因的话，12月30日，乌军发射至少3枚导弹，袭击了库尔斯克州利戈夫市的俄军事目标，具体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同时，俄频道还称，一名朝鲜士兵在撤退过程中因通讯问题射杀了3名俄军士兵，目前该朝鲜士兵已被拘留。克里米纳方向，双方交战异常激烈。据乌克兰霍提齐亚集团军12月30日报告显示，乌军很可能在特尔尼击退了俄军一个位置梯队的机械化攻击。在南部谢列布良斯基森林地区，乌军边防部队庞斯塔旅在过去1周的时间里，共摧毁俄军1辆坦克、15辆装甲车、2门大炮以及一个前线弹药库。恰索夫亚尔方向，据最新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成功将俄第98空降师击退，收复了城市中部丢失的阵地。目前乌军第24旅正继续向东部推进。红军村方向，由于乌军的增援和阻击，俄军至今未能夺取这里，也未完成缺口合围。如乌军第425营甚至发起反击，攻占了俄军阵地，一次俘虏10名俄军士兵。截止目前，俄军在该方向已经投入大约7万名士兵，数量几乎是乌军的3倍。在红军村南部，有消息说，俄军很可能占领了舍甫琴科、辛特罗茨克这样的关键重镇，几乎摧毁了乌军在红军村南部的后勤枢纽。乌军对此没有发表评论，但这些地方其实仍处于灰色地带，因为乌军表示其局部反击并没有停止，更何况乌军的增援也在不断到来。美媒称，一支受过北约训练的新乌克兰旅已经被部署到红军村，很可能将负责红军村郊区的防线。此外，首支由居住在国外的乌克兰人组建的支援部队也于近日在波兰完成训练，接下来准备返回乌克兰，正式投入抗俄行动中。据悉，这支志愿军部队于今年10月开启招募，自11月起开始接受波兰教官的指导，展开一系列速成的基础训练。虽然人数方面，乌克兰驻波兰大使德波纳尔并未透露，但他指出人员来自波兰、捷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数量超过1000人，且下批受训人员预计将在2025年1月10日签约。可见，波兰、乌克兰两国7月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中，有关乌克兰军团的计划已进入实质运作。博德纳尔表示，未来还将把招募和培训计划扩展到欧盟各国和其他海外地区，
通过良好训练提供兵源，来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战力。扎波罗热方向，乌军41旅正沿着1105公路从卡缅西克向卢戈夫推进，沿途不少俄军被击溃后撤。同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地面部队还展开合作，使用海马斯导弹袭击了俄军前线战场的指挥部大楼。初步报告显示，至少6名俄军军官死亡，3人受伤，周围多栋建筑受到波及，损坏严重。目前俄罗斯尚未回应此事，详细战损有待后续确认。赫尔松方向，乌军无人机部队侦察到了俄军前方的通信指挥部，随即召唤空军支援，然后米格29出动，发射 AASM 锤子制导炸弹，摧毁了克里尼基的俄军通信指挥所。具体战损有待后续披露，不过从流出的画面看，受损程度不小。此外，乌克兰第723海军特种部队还使用无人机对赫尔松、皮德斯特普内的俄军阵地和装甲车实施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甚至在第一波空袭结束后，乌军又发射海马斯导弹，密集覆盖了数个关键俄军阵地。从前线流出的视频看，皮德斯特普内的俄军阵地破坏严重，弹药仓库被引爆，不断有爆炸声传出。详细的战损有待乌军发布正式的报告。总之，俄军对赫尔松的长期围攻失败了，至今仍无法在右岸建立起有效的控制点。12月30日，乌军发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2010人，这是俄军第3次损失超过2000人。乌军正尽力给俄军造成最大损失。美国继续放血俄罗斯，拜登为乌克兰送来年末大礼包。12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以提高乌克兰的安全能力。这笔军援包括从美国库存调拨价值12.5亿美元的军事武器援助乌克兰，和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计划援乌1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前者可直接快速增强乌军实力，后者是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计划最后一笔对乌援助资金。整个过程因为需要从美国或合作伙伴国家的军工企业采购，因此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向乌克兰交付。但不可否认，拜登正在离职前的最后时刻加大援乌力度。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4亿美元额外的财政援助，以帮助乌克兰维修遭俄军重创的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这项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务院协调的34亿美元援助，是根据2024年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进行的最后一次拨款。自2022年2月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预算援助总额已超过300亿美元。此外，乌克兰总理史米哈尔证实，美国在 G7 集团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的200亿美元已经到位。这些资金以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未来收入作为担保，七国集团承诺的500亿美元贷款全部出资到位，而且无需乌克兰偿还。英国9月宣布的援助乌克兰650枚轻型多用途短程导弹，目前第一批已经运抵。英国国防部表示，将按照规划持续并加速履行向乌克兰交付军援的承诺。与此同时，英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56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单位记录、调查和起诉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强调，英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为自身安全和整个欧洲的安全而战。要是北约和欧盟的军援能来得按时或者来得更早，是不是俄乌战争的僵局早就被打破了呢？据路透社报道，继北约和阿拉伯各国访问叙利亚后，乌克兰也参与了进来。报道称，当地时间12月30日，乌克兰外长安德烈·瑟比加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新政府领导人朱拉尼和外长西巴尼举行会晤。会后，瑟比加和西巴尼均表示，叙利亚和乌克兰将在政治、经济、科学和社会等多个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乌克兰也将向叙利亚提供粮食援助。据悉，乌克兰向叙利亚运送的首批500吨粮食于12月31日抵达叙利亚。这些粮食是乌克兰人道主义计划的一部分，会在未来几周内分发给33250个叙利亚家庭，可供多达16.7万人吃1个月。对于同样处在战火中的乌克兰来说，这样的支持绝对够分量。就是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用这些粮食换取一些驻叙俄军装备。此外，叙利亚内部的形势也在悄然改变。据悉，朱拉尼在采访中公开承诺，将在4年内举行选举，同时他还证实会解散 HTS 组织，将其纳入叙利亚国防军。目前叙利亚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与库尔德武装的分歧。对此，朱拉尼也表示正在同其进行谈判，以解决叙利亚北部危机，承认库尔德人是叙利亚的组成部分。至于叙利亚将如何解决这些分歧，乌克兰又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让我们拭目以待。根据媒体报道，希腊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64枚海麻雀导弹。据悉，这些导弹只是希腊对乌克兰更广泛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共包括17000枚炮弹、各类轻武器和小口径弹药等。
而且由于乌克兰目前已部署有该导弹所需的发射器，因此在其交付之后能够直接提升乌军当前的作战能力。此外，希腊方面特意强调，这次援助并不会削弱该国在爱琴海的防御能力。同时，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还提出了向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或 S-300防空系统的可能性。据土耳其媒体埃克特林特报道，沙特计划向土耳其采购100架 KAAN 战机，相关的谈判工作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上进行，重点讨论战斗机采购、联合生产机会以及技术转让协议。如果合作顺利的话，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此前，沙特一直致力于美国的 F-35，但由于各种原因，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协议，致使沙特从去年开始就向土耳其采购军备。当时采购了游骑兵无人战斗机，总价值约31亿美元，预计将于2025年至2026年交付。而这次采购的 KAAN 战机，该项目于2016年启动，由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开发。该国将其称为国产第5代战斗机，专为空中优势和多用途作战而设计，最大飞行速度为 1.8 马赫，作战航程约为1100公里，配备有土耳其国产的 AESA 雷达，探测距离超过100公里，并拥有内置武器舱，载弹量超过6吨。初期型号装备2台通用电气涡扇发动机，后期型号将换装为土耳其国产发动机。除沙特外，乌克兰也对 KAAN 战机有兴趣。今年2月，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瓦西里·博德纳尔证实，乌克兰计划购买 KAAN 战机，并强调了土耳其和乌克兰工程师在发动机研发上的合作。与此同时，土耳其空军也将接收第1架可作战的安卡3无人机。与前代有所不同，安卡3的整体性能有了大幅提升，速度最高可达 0.7 马赫，最大运行高度为12192米，最大起飞重量6500公斤，有效载荷为1200公斤，并具备了隐身性能，极大降低了被敌方雷达发现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安卡系列无人机续航持久，最初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情报收集和目标跟踪等任务，但安卡3也可执行精确打击任务，其能够携带 SOMG 巡航导弹和小直径炸弹等先进弹药，并可通过超视距通信系统在更远的距离内执行作战部署。目前，以色列仍在中东地区执行多线行动。真主党方面，以军近日持续对叙黎边境设施实施打击。以军表示，所袭击的目标被用于向真主党转运武器，而这些行动的主导者为真主党的4400部队。该部队自成立以来，已在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开辟多条战略通道。不过，自去年10月以来，以军已对4400部队以及多条转运武器线路实施大规模精准打击，并定点清除了该部队多名高层成员。与此同时，以军还在黎巴嫩南部发现并摧毁了真主党的一条地下隧道。以军表示，该隧道属于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其约长100米，主要用于存放武器，而且它还通向真主党的一个指挥中心。随后，以军在该指挥中心发现了大量爆炸装置，以及真主党此前用于袭击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在完成调查后，以军目前已摧毁了这条隧道。哈马斯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最新报道，以军拦截了2枚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多名哈马斯高层被清除，多个据点被以军攻破，该组织已经很久没向以色列发动攻势了，反倒是以军持续在加沙地带行动。目前，以军准备反击哈马斯，将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针对哈马斯目标开展军事行动，且以色列空军和炮兵部队已率先对该地区内的哈马斯成员和设施发动了袭击。胡塞武装方面，据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最新声明显示，该组织向位于贝尔谢巴东南15公里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发射了1枚巴勒斯坦2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实际上，目前胡塞武装的武器库、机场、发电站等重要军事设施已受损严重。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以色列此前的袭击，另一方面是为了声援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胡塞武装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开展行动，该组织就会一直报复下去。此外，据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美英联军也加入了袭击胡塞武装的队伍，并袭击了该组织的第1装甲师营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以色列此前发动的袭击中，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附近，其距离被袭击地点仅有数米。目前，谭德赛也已从也门撤离至约旦。
随着美英联军和以色列同时打击胡塞武装，网上传出一阵呼声，这3个国家能否成立联合军队，共同打击胡塞武装呢？截至目前，美英和以色列属于各打各的，双方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联合行动。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在也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以色列和袭扰红海地区的船只之后，美英和以色列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分工，即胡塞武装的问题、红海的问题由美英来负责，而以色列则不参与。但是从今年5月开始，胡塞武装多次将导弹打到了以色列本土，随后以色列才开始对其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发动了4次大规模打击，其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基本以机场、港口、能源设备等重要设施为主，而且这些打击也都是以色列独立完成的，并没有和美英配合。同样，美英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也是独立展开的，而且按照美英军队的说法，尽管其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次打击，但打击范围相当有限，只有发现胡塞武装要对美英的军舰或者红海的船只形成立即威胁的时候，美英才会出动军队来打击。且在过去1年时间里，美英打击的都是胡塞武装的军事武器设施，至少根据美英的说法，没有打击胡塞武装的基础设施，如发电厂、机场、港口等。因此，就作战行动和目标而言，以色列是为了彻底清除胡塞武装，而美英只是自卫反击。至于3者之间能否形成一个联合的作战计划，目前来看并不确定。据 LIJ Next 公司新闻稿，该公司目前正在研发2项新军备，其一是首款自制的 AESA 雷达，代号为 ESR-500A。其将以塞斯纳奖状2型商务喷射机为载台，完成对空、地海目标探测以及最大探测距离等性能测试，确保设计符合需求。此外，该雷达还可装载于 FA-50轻型攻击机。目前该机型采用的雷达为以色列生产的 ELM-2032 型多功能射控雷达。根据原厂描述，该款雷达采用可程式化信号处理器，具备对空、对地、对海3种搜索模式，其中对空对地的最大搜索范围可达 148.16 公里。对海搜索范围则为 296.32 公里。至于 ESR-500A 雷达的性能，根据综合公开信息，这是一款气冷式采用氮化镓半导体的 X 波段雷达，搭载约500个收发单元，具备多任务模式和多目标攻击能力。且据 LIG Next 公司表示，待该雷达正式交付后，其性能要比现役机械式雷达高出3至4倍。其二是研发一款新型侦察无人艇，该项目总耗资约398.62亿韩元。预计将于2027年研发出2艘原型船进行测试。据悉，这是 LIG Next 公司继2015年推出海剑无人艇后，再度承揽相关无人艇的研发工作。目前这款新型侦察无人艇暂未命名，不过其将以海剑无人艇为基础，日后则会与商业低轨卫星联合作战，以持续扩大侦察无人艇的作战范围。至于其详细性能，目前尚未有具体数据。不过考虑其借鉴于海剑系列无人艇，因此可参考该型无人艇在今年7月环太平洋军演期间，海剑无人艇成功发射匕首火箭炮，并命中目标。而且截至目前，该系列无人艇已发展到第4构型，再加上其还是韩国海军先前提出的海幽灵计划中的一部分，未来将以无人艇、有人舰协同作战，应对基地防卫、近海巡逻与快速反应等高强度任务。若量产海剑无人艇，在新一代无人艇研发出来前，该艇将会与800吨级的近岸巡逻舰搭档，成为当前水面战的主力。因此，从韩国海军的规划上来看，作为海剑系列无人艇的替代者，新型无人侦察艇的综合性能与之相比定会只强不弱。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萨博公司获得了一项新合约，将为瑞典空军现役的 JAS-39CD 型战机进行整体性能升级，使其具备新一代空对地及空对空导弹操作能力，并持续服役至2035年，合同总价值约 4.66 亿瑞典克朗。尽管瑞典方面并未具体说明升级方案，但相关专家分析，考虑到瑞典今年3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升级计划可能包括整合德国的金牛座导弹，或是美国的 AGM-1158B2 型导弹，亦或是 GBU-53B 等新型对地打击武器。此外，由于德国迪尔防卫公司曾改装过 AIM-9 响尾蛇导弹，将红外线巡标头更换为激光导引巡标头，以此来用于对地打击任务，且曾于2018年与瑞典合作进行测试，因此也不排除瑞典会将该技术也纳入相关升级计划，以提升库存弹药的操作弹性。
预计这项最新升级完成后，瑞典空军将拥有70架最新型号的 JAS-39C 型战机与20架最新型号的 JAS-39D 型战机，搭配上60架最新版本的 JAS-39E 型战机，将极大提升瑞典与北约北翼防线的空防战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克兰会用粮食换取叙利亚武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